养花中毒的7大症状啊，超过3种你就中毒一身。那么第一个症状，强烈焦虑症呀，黄个叶掉了，它为啥黄个叶？它是不是要死了？我得救你！老师这咋的了啊？给点肥。老师这咋的了啊？杀菌。老师这咋的了啊？用点生根叶。老师这咋的了啊？多浇浇水。第二种病状，收藏病。那一类花卉，那必须得品种，它得收集齐。差一个，那么花都疼啊，日思夜想。他电话一掏啊，你知道谁家有什么品种不？快点，链接给我发过来啊！那个市场有多远呢？来回200公里。走。现在有功夫卖，咱俩现在去。好嘞，那个楼下等我啊。这个好看啊，这回好了啊，这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品种收集全了。第3种病，嘚瑟病，看到别人家花养的不咋好啊，你这劲儿就上来了，你这花得。最后必须得来个自豪的姿态，小脚一点。第4种病，极强大的强迫症，洗根儿必须洗干净啊，它得上色，它得包浆。种花的土啊，必须得是完全一致，不管任何时间都得给它换成一样的，包括花盆它必须齐刷的，色儿一样，大小一样啊，摆的立正的，麻溜的。那有一点做不到，哎呀，怎么待都刺挠啊，这手没地方放啊。第6个就叫做腾出空间病，都放不下了，我给它拾掇，收拾，摆立正。你看啊，这一收拾，立正漂亮啊，但这俩少缺一块怎么办呢？那终于有地方了，又可以买花了。好看啊，好看。第7种病，强烈的控制欲。我让你往那边长，你为啥往这边长？掰它，你为啥就在上边长枝？你就底下为啥不长枝？我就想让你在底下长枝，你上边别长了，行不行？你中了几招？你上瘾了吗？你进坑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没上瘾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我教你4个养花绝招，保证让你家植物嗷嗷红。那么第1个绝招就是盆面的土往下拿，不管是你自己种的还是买的圆土球的啊，植物到家以后盆面土都往下拿，看见露出来一点根以后，给它微微盖一点土，剩的这些土都给它扔掉，不要了，这些土都是废土，都是垃圾。盆面土往下拿以后，这个花盆里边的根系分布就是从盆面开始往下开始长。那么这时候咱们判断浇水，你去学见干见湿干透浇透啊。那么盆面土干了，是根系周边的土壤干了。那么这样去通过判断土壤的干湿，去决定给植物浇水，准确率高，非常多。第2点好处就是增加盆面这个水分的一个蒸发速度，让根系周边的土壤干得更快，那么根系才有干湿循环。那么第2个绝招就是尽量不要等那个盆和土之间有缝隙了再去浇水啊。盆和土之间有缝隙，说明你这个土壤的这个保水性低了很多啊，水分蒸发产生一个内聚力，让土壤往中间走，这样土壤有一定程度的板结。第2个就是你浇水大面积的从这个花盆边缘流走，它会导致你这个花盆中心根系位置浇不透，你盆面浇完水是湿的，但是土壤中间根系周边这个土它是干的。只要产生缝隙啊，一个土壤板结，第2个增加了你浇水的浇透的一个难度，你水浇不透，植物它就会出现叶片萎蔫、叶片下垂啊，底部掉叶黄叶的这种脱水现象，而土面是湿的，你是通过土面去浇水的，这个就是浇水没到位导致的判断错误。那么第3个绝招就是检查你家土虚不虚啊，咱们不管是种植的时候还是买来花也好啊，那么这一盆就是土很虚，那么根系不能有效的和土壤贴合，那么一个是导致这个植物根系吸水障碍，第2个就是浇水很快流走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况，咱们给上面添点土，给它压实啊，压实一些，盆壁都给它压实，有效的解决啊。咱们看一下效果，土虚的这个植物叶片萎蔫下垂，那么土实上的这个植物就相对来说比较健康，缺水表现、健康表现。那第4个绝招就是你每隔10天半个月啊，你休息没事的时候，把你家的这个植物10天半个月的啊，把这个花盆拿到你家卫生间，咱们浇大水去给它冲洗啊，花盆底部哗哗的淌水那种啊，让花盆底部哗哗的淌水那种。咱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清水啊，把你家这个土壤当中积累的一些有害物质，就是你施化肥里边的一些盐呐各种这个有害物质啊，用水给它冲洗，让土壤相对来说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，这样根系才能生长。举个例子啊，草莓发生大面积的焦边，那么就是盐分含量过高，因为草莓对盐比较敏感啊，它是一个极其不耐盐的植物。你化肥用多了，土壤含量高了，它周边就会出现焦边的现象，你拔出来以后它就是烂根，它不耐盐。所以说咱们
一定要注重土壤的一个健康程度，用水给它清洗清洗。那这4个绝招浅白浅重，是排除你通过土壤判断植物浇水，减少这个失误率，减少错误率。那第2个和第3个绝招，那么就是增加你给植物浇水的有效性，确保你土壤底部流水以后它能完全浇透，根系能有效的从土壤当中吸收水分。那第4个绝招就是增加土壤的健康性。我总说的微生物有机肥，微生物有机肥就是增加土壤的健康性，刺激植物长根。这4个绝招学会以后，植物成活率很高。你再去学着去用肥再去学着去催花，那么这样循序渐进，你会提高很多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